啊，你怎么才来呀？一大早上山打猪草不好打呀，耽搁了。吃饭吧，娘。哎，把家里下蛋的老母鸡给杀了。哎呀，这里面更黑了！啊不！娘，你可不能推啊！要是推掉一块，按规矩就得给您都封上。明天的烧鸡块您都没得吃了。这个村子只要老人超过70岁就要被送进墓地等死，每吃一顿饭起1块砖，期满期49块砖之后，老人就在阴暗的坟墓中自生自灭。冬梅奶奶年近70岁，眼不花腿不瘸，迷信的村民称她为木虎，如果让她继续留在人间，会勾走活人的魂魄。于是村长刻意来请母亲上路，老母亲自然不想去坟墓等死。村长拿出自己亲爹举例，声称自己亲爹能咬动核桃，照样给他送进了墓地。自从爹走了以后，小儿子的哮喘神奇的痊愈了。老母亲听后吓得瑟瑟发抖，她跪在村长面前请求放他一条生路。我想活着，活着。好啦，该死了。冷血的村长给他行了一个大礼后，带领村民强行把他抬进棺材。孙女在一旁哭喊着救命，但是在那个封建社会，没人会在意老人的死活。就这样，母亲被活活关在了棺材中，打着享清福的幌子送去了山上养老阁。所谓的养老阁就是一个没有封闭的坟墓，吃喝拉撒都在里面解决，并且人不可以出来，一旦强行走出就会被村民当成木虎活活烧死。每吃一餐增加1块砖，直至最终封闭等待死亡。儿子和孙女每天下午准时来给母亲送吃食。这天儿子因为打草耽搁了送餐时间。上北坡啊，北坡的草又密又好。哎呀，娘在那儿打了50年呐。即便这样，老母亲仍惦记家里的一切。孙女在旁边默默流泪。今天儿子端来了一半烧鸡，老母亲还在渴望砖头封闭之前能有人把他救出去。娘，咋这么好吃的吃食还堵不上您老的嘴啊？您就踏踏实实在这待着吧。您现在是阴世之人，现在爬出去，那不成了祸害人的木虎了吗？老母亲听了儿子的话后，哭得伤心欲绝，养儿防老成为了笑话。我一把屎一把尿，养了你们4代人呐！看看，又说这些。吃完饭后，儿子按照规矩给母亲坟墓砌上了1块砖。如今砖头已经砌过了1/3，留给母亲的日子不多了。奶奶眼睛好，耳朵也不聋，可为什么把奶奶埋在这活棺材里呢？儿孙离去后，留下母亲一个人趴在墙头上哭泣，心思比死亡更可怕。当天下午，孙女偷偷来到墓地，她不忍心看着奶奶被活活憋死，果断扒开了砖头，准备带奶奶远走高飞。即便这样，奶奶仍死守砖头，生怕自己给儿子带来祸害。那种根深蒂固的思想难以动摇。最终经过孙女劝解，老母亲终于爬出了坟墓。杨氏真好。然而这一幕被附近村民发现，村民立刻找到村长通风报信。片刻之后，村长带人围捕祖孙2人，所有村民都把老母亲当场了木虎，举起武器，势必要打死他。可是我奶奶，她不是木虎。我一辈子也没有招惹过你们谁呀，铁蛋儿，你忘了？前2天奶奶还给你缝褂子呢。别跟木虎搭话，小心他把你们的魂给勾走了。这时儿子从人群中走出，原以为他会来解救母亲，可下1秒，他的话彻底寒了母亲的心。你看看老太太啊，都变成木虎了吧？儿子，你也说娘是木虎啊？木虎有9条命，弄死他我有办法。只见村民拿来一只公鸡，村长吸出鸡血，一口喷在老人身上，谎称要杀死9条命的木虎，鲜血顿时把老人吓晕。等他醒来时，已经被绑在了火堆中。全体村民嚷着要烧死木虎。真是我的好儿子啊！呸！只有孙女一个人在呼喊奶奶是活人，不是木虎。然而她的哭喊没有任何用处，村民反而认为她被木虎迷惑了心智。就在村长点火的瞬间，为夫出巡的朔王爷及时赶到。然而天高皇帝远，穷山恶水出刁民，村长不仅不认账，反而诬陷朔王爷也是木虎。你也是一只木虎变化的，乡亲们，他就是冬梅家的死鬼，冬梅奶奶的亡夫。他是出来害咱们的！煽动村民将他和老人一同烧死。无奈之下，朔王爷的手下被其老人暂时逃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县令带人赶到。朝廷上，村长仍在嘴硬，他是按照规矩办事。从古到今，70岁老人就必须送进养老阁等死。就在朔王爷治罪的同时，老母亲突然从人群中走出，下跪求情：“大老爷，请不要治我儿子的罪，要送我进养老阁，也不
天堂啊！请青天大老爷明鉴。朔王也询问村长自己是谁。此时村长被吓得瑟瑟发抖，急忙称自己有眼不识泰山。其实所有人都没有见过木虎，没有人不想长寿，更没有人愿意被送去养老阁活埋。朔王爷当场宣布废除这种恶习。村民听后纷纷鼓掌呐喊，终结了这个村庄长久以来的愚昧与残忍。好了，本期影片到这里了，我是怪兽的兽，下期见。